我被送进暴君的寝殿之前，门口宫女给我送了朵花。为什么送花？希望你死前快乐一点。宫女看我的眼神，就像看一个死人。我跟她执手相看，泪眼，各自无语。传闻暴君以一夜杀一个女人，我是第8个。不出意外，我明早就嘎。但是意外总会发生。其实我是穿越的，时空管理局把我送到这里，还配了手机和网，让我直播暴君为何杀人。后代史学家们对于暴君杀人的动机争论不休，有人说是厌女，也有人说是童年阴影。为了解释这个谜题，在时空管理局产生的第8年，我被送到了这个时代。本来我是准备做宫女的，结果半路出了岔子，直接给我整成小国上贡的公主了。这不是让我直接就死吗？我本打算罢工，但是管理局说今晚直播，工资双倍。我坚定拒绝，不行，那也不能上去就死回来呀。管理局10倍，10倍。我扳手指算了一下，个10百千万10万点。我欣然同意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主要是为学术献身。进屋的时候，暴君还没来，空荡荡的寝殿飘着7个女人的冤魂，连窗帘都写着怨气。我躺在大床上，等死的时间这样难熬。我决定刷一会短视频，杀时间。连着看了10几个男菩萨晒腹肌，我又点开了一个吃播，酱色浓郁的大肘子，感觉香味透过屏幕飞到脸上。等我死回去，我也要吃个酱肘子。我看得太入神了，根本没发现身后来人了。直到热气打在我脸上，身后人疑惑的出声：“你在看什么？”我一愣，傻傻的回头，我在看吃播，暴君的脸就在我旁边，这眼睛，这鼻子，这皮肤，比男菩萨还带劲。手机震动一声，这是时空管理局的信号，让我打开直播。管理局领导给我承诺了，直播拿到的钱全归我，要不我也不能接这么高危的任务。手机一键开启直播，内置耳麦开始反馈观众的弹幕。卧槽，长这么帅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这是正经的学术研究，不要偏题。我和暴君四目相对，他没想杀人，倒是对我的手机挺感兴趣。这个黑色小盒子是何物？影像为何会动，还如此逼真？暴君眼里写满旺盛的求知欲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开始胡言乱语。这盒子是我老家的留影石，能记录发生过的事情。暴君微微皱眉，你为何记录那么多男子的身体？靠，他还看见男菩萨了。我这是为了强身健体。暴君显然没信。你不诚实，我转移话题。陛下想看什么？我给你放。暴君眼神一亮，看什么都行。我赶紧点头，对。那你给朕看看丞相在做什么？朕怀疑他回家没有认真处理民生。不是，哥们，下班了你还要监视人家公务工作呀？资本家见了你都得落泪，果然封建制度吃人啊！看丞相是不能行了，但是可以看看视频。而反里吃瓜群众不安好心，给他看大摆锤，没有一个人能走出大摆锤的诱惑。让他去看赶海，肯定能活过今晚。修旅题也行啊，实在不行还可以看小帅小美。我一边接收群众意见，一边划拉视频。暴君盯着手机，目不转睛。我俩一起欣赏了一个变装视频，他从面色平静变成了目露震惊。暴君发出灵魂拷问，他是不是把前面的人杀了？我带着暴君刷了一晚上的短视频，直到我手机没电。天光熹微，暴君一脸疲倦。别误会，熬夜熬的。马上了，马上了。到底为啥杀人？哎呀，我不敢看，主播马上就要血溅当场了，呜呜呜！我瑟瑟发抖，暗暗联系管理局。我死的时候应该不疼吧？暴君皱眉沉思很久，跟我大眼瞪小眼。终于，他张嘴了，我死期到了，谜底也要揭晓了，万众瞩目。他皱着眉说了句：“你为什么还不伺候朕换衣服？家人们谁懂啊？”我没死，为什么有马赛克？什么限制级画面是我们这些尊贵的会员不能看的？你要是这样，我可就脑补了呀！我不是啥好人，想到啥算啥了。弹幕吵吵闹闹，但是实际上我就是单纯的给小暴君换了衣服。宽肩细腰，真不错。他每天忙于国事，还有时间锻炼身体的吗？为什么？我不理解。可能当皇帝的就是异于常人吧。你在看什么？头顶传来声音，我赶紧收思绪。没看什么。暴君皱眉，他皱眉，我是真害怕。撒谎，我心一横，看陛下身材，陛下真是威武雄壮，妾心甚喜。暴君轻咳一声，错开了目光。没看错的话，他脸红了。哦，好纯情哦，什么身材让我看看。调戏暴君都没死啊！给暴君换好衣服，他冷着一张脸去上朝了，留下我跟宫女大眼瞪小眼。宫女，您命真大，有什么秘诀吗？可能因为我长得好看吧。宫女的表情一言难尽。我懂了，可能因为您特别自信吧，自信是女人最好的医美。暴君甚至都没说让我住哪里就走了，宫女也不敢随便安排，我只好跟她一起等着皇帝下朝。你试过从天黑等到天亮的感觉吗？我没试过，我眼睛一闭一睁就是天黑，谁懂啊？一夜没睡，我直接在龙床上睡着了，再睁眼天都黑了。
夕阳余晖透过窗户洒在床帐上，那只耳麦里弹幕已经开始从斗地主到同城约饭了。暴君坐在床边的矮凳上，长腿支棱着无处安放，看上去有点可怜。下一秒，他睁开眼，跟我四目相对。猪一样，真能睡。您的好友撤回了一句可怜。神经病啊！陛下，您还没给妾身安排住的地方呢。你住猪圈，真的没人想造反吗？我第一个投诚。我当然没有住猪圈，暴君让我随便住，反正后宫没女人，你想去哪里都行。他要是不杀人，他就是最好的老板。所以为啥还没杀人啊？该不会是野史瞎写吧？这就是爱呀！都给我磕！什么都磕，只会让我营养均衡。弹幕越来越乱，开往城市边缘。而我像天借胆，顶着暴君杀人一样的眼神问他：我能跟陛下一起住吗？勇威弹幕对我的勇气给予肯定，对我的未来给予否定。暴君却只是淡淡瞥我一眼，眼底似乎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。准了，看到没有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。我谢荣就是最勇的。管理局负责联系我的员工，此刻乐得快找不到北了。小荣，我真没看错你，这个活就是得你干。这钱你不挣谁挣？说得对，这钱活该我赚。暴君带着我一起用膳，他伙食真好，我吃得勾马豪平，满嘴流油。你别说，安成帝吃饭这个仪态是真养眼啊，赏心悦目。再看看主播，算了，别看了，他放飞自我了。我心虚地抬起头，心想自己是不是太放纵了？一只手突然出现在我眼前，擦擦嘴。笨！暴君惜字如金，吐出来的话语却字字伤人。我合理怀疑，前面7个惨死的女人都是被他气死的。暴君不知道从哪掏出来的手帕，纡尊降贵的给我擦了嘴。哦莫，我这嘴我回家得供起来。啊，好好磕，让开，换我来。啊，我叫的方圆10里的鸡都是聋的。安成帝刚刚的眼神好宠啊！我不是来看主播花式死亡的吗？为什么变成了这种腻歪歪的小甜剧？我震惊地抬头看着暴君，他表情自然，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怎样的事情。我可是母胎单身，他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在我的芳心上放鞭炮。要不是我知道他是个暴君，我肯定长恋爱脑了。看我做什么？快点吃饭！我迟钝地低下头，继续吃饭。但是我内心十分不平静。这个剧情的发展逐渐走向了我不能控制的方向，但是管理局非要让我跟着暴君的步子走。我问管理局会不会改变历史呢？管理局斩钉截铁，既定事实是不会改变的。我刚刚查了，你现在这个身份后面没有记载，但是没人说他死了，说明他确实没死，所以我就应该活着。那没事了，那不就解不开暴君为什么杀人的谜团了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给你安排了第2条路。什么路？你靠美色让暴君爱上你，然后你问问他怎么回事。谁制定的路线？严查他祖上3代。我没开玩笑。你又在想什么？吃饭都能走什么？暴君看我的目光有一丝不解，该不会是在想昨日你看的那几个有伤风化的男人吧？他的脸上透出杀气。我吓得一激灵，他不会要对我动手了吧？朕明日便叫人把那几个登徒子找出来斩了。如此行径，真是有辱斯文。吃醋了，散了散了。嘿嘿，别斩了，送到我家，我保证让那几个老师一辈子出不去屋。楼上的算盘声太响了。没有，我立正清白。我在想陛下为何风姿，为何如此出众？陛下真是伪丈夫，妾见之忘俗。暴君瞥我一眼，垂下眼睑，长长的睫毛像小刷子一样。虚伪，他嘴上说我虚伪，脸却有点红。啧，一个愿意编一个愿意信。吃完饭，暴君说要带着我去散散步，他都不睡觉的，真是战士。御花园的花开得特别美，绿树假山，错落有致。我和暴君肩并肩，他一句话不说，我一句话不敢说。终于，一片荷花池前，他停下脚步，问我：“你不是说你那个家乡来的黑匣子可以记录美景吗？荷花甚美。”我赶忙掏出手机，对着荷花猛拍。暴君站在我身侧，嘴角含笑，看着心情甚好。我趁他不注意，鬼使神差地拍了一张他的侧脸，真好，能硬扛苹果14 Plus 后置摄像头。如果我有这种高清无 P 的照片出现在公众场合，我会把发照片的人杀了，再自杀，不开玩笑。秦云霄，什么？我没听清楚暴君的话，愣愣地回头，正对上他的眼睛，漆黑深邃，似乎含着千万种情绪。我的名字，秦云霄。我呆呆地点头。哦，我叫谢荣。他勾了勾唇。此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说自己名字，直到很久很久以后，我才恍然大悟。他隔了好久，才有机会告诉我他的名字。主播说的是自己名字吧？安成帝竟然也没质疑他，美色误人啊！弹幕提醒，我才发现我竟然说错了名字。但是这个公主叫啥呀？管理员显然也陷入了沉思。
我只能发挥我的聪明才智，绞尽脑汁地想办法找不。妾的意思是妾来中原，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原名字。很好。秦云霄眼底浮起淡淡笑意，你的名字很好，真有眼光。我收回那句话，秦云霄屁的眼光没有，他不知道从哪整了一朵大荷花，非要插我头上。素质呢？乱摘花是要罚款的。妾觉得这花还是不簪为妙。秦云霄微微皱眉，眼神危险。惜命，让我放弃审美。簪，太美了。他满意地点点头，拿着花给我插头上。湖水清澈，我低头就能看到我的倒影。好好一个人，头上顶着个碗大的荷花，只能说细看是一种残忍。如果是斜簪也就算了，秦云霄只插天灵盖啊，不知道以为这是我的封印呢。我是犯天条了吗？但是秦云霄很满意，对着我左看右看，像是在欣赏自己的杰作。我再次合理怀疑，前面那7个女人都是被气死的。入夜，我跟秦云霄共处一室，管理局很人性化的拉灯，弹幕消失之前说要连夜给我跟秦云霄写100篇同人文，把拉灯的细节都补上。我不理解，当代年轻人的脑回路让我忧愁。秦云霄依然没睡，坐在桌边看竹简，真是日理万机啊，日理万机。看看人家，宁愿不睡觉都要工作，怪不得他活了30多岁就死了，谁这么熬能不死啊？但是你别说，你真别说，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美。秦云霄这张脸，不当皇帝，搞直播都得是头部主播。你不睡觉，看我做什么？合理怀疑，秦云霄脑袋后面有眼睛。逆境使人成长，此刻我的甜言蜜语已经不用过脑了。陛下英姿，让妾着迷。他放下竹简，看我的眼神让我感受到一丝莫名的危险。难道马屁拍到了马腿上？他要把我嘎了？秦云霄起身，几步走到我身前，微微俯身。爱妃，这是在提醒朕该入寝了吗？他思维跳跃这么快，史官们知道吗？秦云霄的手按在我肩上，我抬头，只能看到昏黄灯光下他微微绷紧的下颌线。恍惚间，我似乎听到了我的心跳声。不是，我还要出卖色相吗？出还是不出？我心一横，眼一闭，为了学术，缓缓伸手环住秦云霄的腰。腰封上的绣纹有些个手，但腰确实是好腰，坚实有力。头顶，秦云霄轻笑出声。他抬起我的脸，我被迫跟他对视。秦云霄眼底一片幽深，带着我看不懂的情绪。他低下头，我慢半拍地闭上眼，等了许久，却只听到他的呼吸声在我脸上。我睁眼，秦云霄那张帅得天怒人怨的脸跟我隔着呼吸相闻的距离。哦，你怎么能拿这个考验干部？再等我吻你。他眼里堆满笑意，戏谑地看着我。我脸一红，干，想为自己的莽撞自罚一杯，刚想给自己找不点尊严，秦云霄突然伸手捂住了我的眼睛，一片温热昏暗中，一个柔软的吻落在我唇上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第一反应竟然是暴君的唇也是热的呀。时间不知过了多久，久到我都已经心理建设到可以为学术献身的程度了。秦云霄竟然把我松开了。等他有几分慌乱的退后，我才发现我此刻的样子有多糟糕，是一种几乎不太好描述的糟糕。你们脑补吧。他扭过头不看我，耳根微微发红。纯情小暴君。好了，就寝。秦云霄说就寝，就是真的就寝。要不是嘴巴还有几分木，我甚至有点怀疑刚刚那个吻是假的。我俩并排躺在床上，像一对纯洁的战友。真的不做点别的吗？秦云霄是不是戒过毒啊？我都心猿意马了。他说停就停。再次合理怀疑，其实他不行。那7个女人都是因为知道了他的秘密，被他灭口的。胡思乱想中，秦云霄突然拉住我的手，轻轻用力，把我揽在怀里。他像是安抚一样拍拍我的背。很困，别闹了。谁闹了？睡就睡。本以为睡不着，没想到我睡得像死猪一样。半梦半醒间，似乎听到耳边有人轻声说了一句：小骗子，这都是什么梦啊？穿越的这几日，我除了吃就是睡，再不然就是跟秦云霄瞎玩。弹幕很刻薄，说我可能是在直播古代养猪日常。这个猪说的是谁？出于人类保护机制，我不想细问。我跟秦云霄处于一种半熟不熟的状态，到底熟不熟取决于他心情好不好。弹幕网友说我俩应该属于睡一张床的陌生朋友，我心里暗暗补充，是接过吻的陌生朋友。那可是我的初吻，这简直是工伤，得加钱。秦云霄的生活很简单，上朝、批阅奏折、处理国事，闲着的时候就跟我闲逛、听戏、刷短视频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管理局给我弄了一个单独的视频平台，能看到的基本上都是筛选过的视频，再也不会出现男菩萨了。我心很痛，来这么远的地方出差，连一点电子安慰都不给我。但是秦云霄很满意，他问我这些都是何处的子民，我回答他都是妾家乡的人。好在秦云霄没有继续问下去，不然他要是想召见这些人，我真的会发疯。
听门口的宫女小翠说，我现在是个传奇。什么传奇？您竟然能活着从陛下寝宫出来，还获得了陛下的宠爱，简直就是奇迹。私以为这个宠爱很存疑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自从我成功存活以后，秦云霄的大臣们开始蠢蠢欲动。既然陛下不是不近女色，那自然就应该扩充后宫，开枝散叶才对。但是秦云霄不知道怎么想的，把提议扩充后宫的那位大臣给拉出去一顿揍。好可怜！我跟小翠一起嗑瓜子，她生动形象、激情澎湃地给我讲了这件事。小翠星星眼，陛下对您真是情深似海呢。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小翠一脸磕 CP 般的姨母笑。陛下不近女色，却为了娘娘您做出改变，他还为了您空置后宫。天啊，画本子都不敢这样写，我要不是主角，我都信了。我怎么不知道秦云霄跟我有这么感天动地的爱情？好像真的是这么回事啊！哎呀，我去，磕到了，什么都磕，只会害了你。但是我也没搞清楚秦云霄到底为什么这样做。大概也许可能是他不行吧，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分尊严。男人嘛，懂得都懂。懂什么？秦云霄疑惑地问出声。我才惊觉我把跟弹幕的内心对话说出来。妾懂陛下今日想吃酱肘子。秦云霄冷冷瞥我一眼。是你自己想吃吧？他叹口气，吩咐伙房今晚加1道酱肘子耶。秦云霄真是个大好人啊，今天是个好日子。秦云霄他妈回来了，这个后宫有了第2个女人。我百无聊赖，跟弹幕胡咧咧，他妈会不会是那种恶毒婆婆呀？没准。主播微，于太后不是安成帝亲生母亲，主播放心。哦豁，群众里面有能人，比我知道的都多。但是我觉得这事不能怪我，毕竟我当时以为自己第2天就能回去了，谁知道都这么久了，秦云霄也没杀人，他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怀疑那7个女人到底是不是秦云霄杀的了，毕竟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。小暴君虽然被说是暴君，但是却勤政爱民，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工作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会连杀7个老婆的变态。看秦云霄每日跟我相处的日常，他也不像艳女，还愿意给我做大肘子。我俩看到的吃播，他都让厨房琢磨出差不多的给我，比我爹对我都好。我带着八卦制造机小翠同学去御花园闲逛，短视频刷多了我脑仁疼，出来缓缓。我和小翠一人一把瓜子，靠在凉亭里胡砍乱砍。什么人在那边？不远处传来声音，我一扭头看到个紫色宫装的女人目光不善地看着我，身后还跟着几个宫女。喂，开始宫斗了吗？主播这个脑子，宫斗能活几集？小翠输人不输阵，立刻道：你是何人，在宫中如此喧哗？我们娘娘是……小翠哑火了，因为秦云霄现在还没有给我指定的名字，我后宫著名无名氏娘娘。说话间，紫衣女已经走过来了，柳眉杏眼，还挺好看，就是看我的眼神不是很和蔼。你就是多兰国上贡的公主。她上下打量我一圈，神色鄙夷，不过如此吗？也不知用了什么迷魂药，竟让表哥对你如此痴迷哦。没事了，他看上去比我还没脑子。小翠不愧是八卦 king， 趴我耳边轻声道：这位应该是玉郡主太后娘娘的侄女。哦豁，表哥表妹，这不就是宫斗文经典女配吗？但是他要是惦记他表哥，为什么不早点进宫？弹幕一语中的，因为他怕死啊。现在主播没死，说明安成帝改姓了，这机会不就来了？他还挺惜命，可见他心不诚，对秦云霄不是真爱。我深思熟虑良久，发出灵魂拷问：你有事吗？玉郡主被我的直白哽住了，他也不能说自己是纯粹来找茬的，真诚永远是必杀技。不过是偶遇，公主不必多心。玉郡主身后的宫女替她开口。我拉着小翠往边上退了退，那你走吧。玉郡主闻言脸色一变，我爱去哪就去哪，轮得到你一个小国公主说话？她葱管一样的手指指着我的鼻子，神色鄙夷。什么公主？说出来真是惹人笑话。不过就是我天朝的一条狗罢了，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攻击我有什么好处吗？你去攻击你表哥呀！我恶从胆边生，玉郡主这话说的可笑。妾既已入宫，便是陛下的人，郡主何必提及妾的母国？我搜肠刮肚想了好几个影视剧里的经典绿茶，妾如今当然是仰仗陛下说话。哦豁，主播这个样，我恨得牙痒痒。显然玉郡主也恨得牙痒痒，她大概没有接受过社会的毒打，抬手就要打我。小翠立刻出手把她拦下。别看小翠平日里不显山不漏水，一出手那是稳准狠，不愧是能在秦云霄寝宫看大门的女人，真是不一般。玉郡主对娘娘不敬，就是对陛下不敬，你可要想清楚。哦莫，小翠赛高，果然名字里带翠的女人，在耳光仪式上都有建树。翠嘴，打烂她的果，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有人在玩这个梗啊？玉郡主身后的宫女拉住她，提耳细语。玉郡主深吸一口气，给我一个白眼，看你能猖狂几天。
待我进宫做了皇后，有你好日子受。我和弹幕发出同款质疑：是天气太热，把他的脑子也蒸发了吗？本以为玉郡主离开，今日这个插曲就算结束了，谁知道他杀了个回马枪。我和小翠放心转身，身后突然一股巨力袭来，我连反应时间都没有，就掉进湖里了。哦，我不会游泳啊！小翠急切地拉我，却被玉郡主的人拦着不能过来。我在水里扑腾，感觉自己马上就要嘎，这死的也太仓促了吧！管理员你在吗？我现在咋办啊？管理员也不知道咋办。弹幕劝他给我风光大半。下一秒，我被一双手拉起来，还没来及看，一件衣服兜头盖脸的把我罩进去，鼻端都是熟悉的味道。不用看弹幕，我也知道是谁。秦云霄来了。这一刻，我的心扑通扑通，呛了水火辣辣的喉咙也跟着升温。我好像有一点心动，不止一点。被救上来后，我放心地在秦云霄怀里晕倒。剩下的事情由小翠给我转述。陛下神兵天降，抱着娘娘您从湖中飞起，你们在荷花上转了3圈，花瓣从天空落下。陛下看您的眼神仿佛在看失而复得的珍宝。我制止了他漫无目的的幻想。三流偶像剧都不这么演了，还花瓣自天空落下，你怎么不说我跟秦云霄螺旋升天了呢？小翠说玉郡主被太后带走了，现在秦云霄正在跟于太后对峙。娘娘，陛下真是爱你。我沉默着没有说话。我像是在玩大型沉浸式剧本杀，却假戏真做爱上 NPC 的玩家。可是我们都知道，再长的剧本都有结束的那天。如果我真的是生于这个时代的小国公主，我会义无反顾地爱上秦云霄。但是很可惜，我不属于这里，我只是一个从未来回到过去的见证者。不管我清不清醒，我都不会永远停留在这里。对于已知结局的故事，人又何必深陷其中呢？小翠服侍我穿好衣服。娘娘要吃点什么不？突如其来的情绪让我胃口全失。我轻轻叹口气，摇了摇头。外面进来个宫女通传，说是太后娘娘宣我过去。我跟小翠面面相觑，但是太后叫我肯定得去。不为别的，至少得给大家直播一下于太后的样子。太后派来的宫女 M 也是个宫女，没啥特别。我在心里问管理员，要是于太后把我杀了咋办？管理员安慰我，我们会给你风光大半的。神经病啊！但是我跟管理员其实都觉得我应该死不了。秦云霄应该不会让我死得这么快。哎，提前秦云霄我就头疼。他到底为什么要杀7个女人啊？不知道这事的原因，我会很有负罪感。万一他是个厌女变态咋办？但是我感觉安成帝不像是厌女。楼上不要过分看脸。不是看脸，安成帝在为妻政策对女性很友好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安成帝允许立女户，女子亦有继承权。弹幕七嘴八舌的讨论中，我来到了太后宫殿前，等着太后宣我进去。一扭脸，玉郡主正跪在门口，哭得差点绝过去。哦豁，风水轮流转。小翠说，玉郡主是太后的亲侄女，父亲是当朝左丞相，太后一贯宠她，还特意为她求了郡主封号。她在帝京嚣张跋扈惯了，因此才敢在宫中对我动手。我沉默片刻，只能说玉郡主真的不太聪明，哪有光天化日推人的呀？一点不按套路出牌，人家宫斗都是偷着下手，她倒是好，光天化日生怕别人不知道。公主，太后娘娘宣您进去。一个容长脸的女官出来把我迎进门，态度倒是不错。看到没有，玉郡主，这才是宫斗的正确姿势。比起来，玉郡主这种莽汉操作，就像是去交发财树的老板一样无厘头。但是我不得不说，要是秦云霄不来，他没准还真莽对了。人死不能复生啊，直接源头解决问题。姑且说他一句，大智若愚吧。刚进殿内，还没来得及行礼，上手坐着的秦云霄就面色一变，3两步走到我面前。你来做什么？他脸色极冷，看得我心惴惴。太后宣我过来。秦云霄眉头紧皱，目光不善地回头。我顺着他的目光往上看，看到了另一边坐着的太后，保养得挺好，看着也就30多岁。弹幕开始嘲笑我没见识，但是人家真的就是30岁。于太后不是亲妈，没比安成帝大几岁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啊。陛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哀家自作主张，让多兰公主过来，玉儿亲自与她赔罪。秦云霄冷冷开口，不是多兰公主。什么？他神色极不耐烦，是皇后。太后，我满殿公认，什么皇后？谁是皇后？马什么冬梅？弹幕也一头雾水，主播什么时候封后的？显然安成帝心里封的。是朕执意要封她做皇后，跟我一起唱，这就是爱。我茫然地看向秦云霄，我啥时候当皇后了？他看白痴一样看我，笨，又来了又来了。你才笨呢！秦云霄小声嘀咕了一句，本来就是我的皇后。于太后整理了一番心情，才僵硬着脸开口，这皇后之位不是小事，陛下可跟宗室商议过。秦云霄没理于太后，拉着我坐下，下次这种事让小翠挡下就好。
你刚落水，注意身体。他极其自然地坐在我身边，宽松的袖子下是他温热的手掌，拉着我的手没有松开。陛下，于太后面露薄怒，你有没有听哀家讲话？弹幕一排风凉话，信号不好。喝点马尿，你是心高气傲，大周没我那是生死难料。已读不回。秦云霄眼皮一掀，冷冷看了一眼于太后，丝毫不打算表演母慈子孝。刺杀皇后是什么罪？太后脸色一变。哦，对哦，我是皇后，那玉郡主这事就大了呀。秦云霄，真有你的！一片肃杀中，秦云霄还有空观察我，他按下我对着瓜子蠢蠢欲动的手。身体好了再吃，我不甘示弱，吃点没事的。他冷冷瞥我一眼。好吧，我的错。小翠不愧是名字里带翠的女人。没人开口，他会出手。回陛下，按大周律，当斩诛九族。太后猛地拍了一下桌子。秦云霄只是淡淡的瞥他一眼，显得太后的愤怒十分尴尬。这就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吗？直了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您就不用多思了。朕自有定论，你别说，你真别说。帅的嘞！言罢，秦云霄牵着我出了宫，甚至都没行礼，留下太后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。外面玉郡主还跪着没起来，看到秦云霄出门，含着泪叫了一声表哥。秦云霄狼心似铁，看也没看他，拉着我大步往外走。我问秦云霄，陛下当真要为了切诛九族吗？秦云霄垂眸看了我一眼，无奈叹口气，纡尊降贵地给我解释，于太后与朕不是亲生母子，她还有一个儿子，父皇驾崩时年岁尚小，但他与于家都是主义19弟的。我恍然大悟，哦，妾懂了，就是说要造反呗。秦云霄摇摇头，他们不敢，那就是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感觉很残酷，就是推人下水恶作剧而已。乐山大佛换你当吧，那是恶作剧。安成帝不来，主播就死了。但是一楼说的没错呀，主播又没死。弹幕因为秦云霄吵起来，连带着开始攻击我。管理员为我关了弹幕，他告诉我不要用现代人的想法去改变古代人的行为。我沉默许久，没有反驳他。入夜，秦云霄顶着月亮批阅奏折，外面吵得沸反盈天。他突然封后，这是给了所有人一个重击。但是作为事件的主角，我俩还挺悠闲。你不好好休息，总是看我做什么？我就说秦云霄背后长眼睛吧。妾觉得陛下甚美。他冷哼一声，换个说辞，这个听腻了。妾深爱陛下，一眼都不想错过。他放下笔，唇角微勾，看我的眼神玩味。深爱？怎么个深爱法？这玩意还能解释吗？我陷入了沉思。好在秦云霄无意为难我，过来，我一言过去。离他还有几步距离的时候，他突然拉住我的手臂，微微用力，天旋地转。下一秒，我坐在他身上，仰头看着他。昏暗灯光下，小暴君眼底一片潋滟，是我看不懂的情绪。他轻轻叹了口气，似是喟叹一般。小骗子，明明每次都说会记得我的。我脑子一片混沌，还没来得及思考他在说什么，就被他的唇夺走了注意力。我的世界开始升温，始作俑者不肯放手。天快要亮的时候，秦云霄还没睡，他固执地看着我，而我昏昏沉沉，听不清他在我耳边断断续续的声音。这次会停留多久呢？小翠说，秦云霄问罪了玉郡主和他的母家。左丞相如今已经跟着入狱，于太后去哭先帝了。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娘娘，他们都说您是红颜祸水，红颜祸水此刻正在吃猪肘子。弹幕有人在科普于太后这一段，于太后后来怎么凉的？史料很少，野史说是造反。安成帝这一段的史料真是太少了。喂，还有人记得我们的初心吗？安成帝为何连着杀了7个女人啊？陛下不怕狗急跳墙吗？秦云霄勾唇，我还怕他们不跳呢。他认真的看我，别东想西想了，本来就笨，算我多余问。左丞相入狱后，于太后的动作很急，两方拉扯，僵持不已。但我知道，最后的赢家一定是秦云霄。我偶尔会给观众直播一些秦云霄的日常，现在很少有人说他是暴君，只会夸他勤奋。秦云霄是个很认真负责的皇帝，他只有很少的时间留给自己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国事。说起来，他在位期间一直为大周勤勤恳恳，担上暴君的名头，是因为杀了太多世家贵族。但是身处其中才能明白，礼遇世家，牺牲的是普通人的生活。说真的，安成帝确实是个好皇帝，有被感动到。勤政爱民，还不近女色，哎呀，这是什么神仙？呜呜，主播多陪他2年吧。啥玩意？你是感动了，把我捐了？拖出去砍头，砍100遍。管理员问我，谢荣，时间到了，你必须回去，懂吗？我知道他在提醒我，不要对秦云霄动心。我懂，但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控的就是人心。8月14，于太后要过生日，真有心，这时候了还要过生日，不仅要过，她还想大办一场。
我跟小翠吐槽，难道是为了冲喜？小翠也不是很理解，也许是吧。管理员让我好好给大家伙直播一下古代的宴会。今日直播间人满为患，房管配了7个都不够用。我跟秦云霄一起出门，他看着人模狗样，帅得不一般。我也鸟枪换炮，穿得很是富贵。小翠说这是皇后的吉服，主打的就是富贵花开。陛下还是不允哀家所求之事吗？面对于太后的泪眼，秦云霄干脆当作没看见，有一搭没一搭的给我夹菜。酒过3巡，于太后说要给皇帝献礼。你看看他过生日还给别人送礼物，他真敞亮啊。秦云霄神色淡淡，无可无不可。于太后也不在意他这个要死不活的样子，拍拍手，一排漂亮姐姐鱼贯而出，腰肢纤细，容色倾城。可惜我没文化，只能感慨一句，真好看。05的女子掀开面纱，还挺眼熟。弹幕适时提醒，跟主播很像啊，来了。替身梗，虽然但是不是得人死了才有替身梗吗？主播，喂，怎么了？怎么就又是我微了？于太后招招手，让05的美女上前来。陛下，您看看这姑娘如何？在场众人眉眼官司乱飞，都等着秦云霄说话。秦云霄施施然地给我倒了杯水，少喝果酒。见秦云霄还是不想说话，我偷偷掐了一下他的手，他毫不避嫌，反手把我的手握在手心。没甚好看得，还不如不说。但是我内心却升起一股隐秘的欢喜。有人欢喜有人愁，于太后就很不满意。陛下，多兰公主一族出身，怎堪为后？秦云霄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你不也做过皇后吗？于太后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气得脸煞白。宗室贵族打圆场，让秦云霄大局为重。弹幕也跟着紧张起来，有一种要造反的刺激感。急！于太后深吸一口气，没再理会秦云霄，拉着那05的姑娘温声询问：陛下当真要让异族女子为后？干卿何事？问话的是忠王，也是先帝最小的弟弟。他冷笑一声，皇室血脉不容混淆。我等作为先帝的亲兄弟，今日就要替皇兄好好管管家事。此话一出，在场诸位无不面色大变。秦云霄却坐得安安稳稳。忠王叔，这是打算造反吗？本王今日就要清君侧，妖妃不除，社稷难安。虽然但是我除了多吃几个酱肘子，我做什么错事了？你才是妖妃，你全家都是妖妃。看到没有，历史记载就是这么不可信。忠王话音刚落，大殿内突然一群人抱起，扯开衣襟，露出里面的甲胄。殿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。忠王和于太后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本应就翻的19皇子滚王也从后门进来，身后还跟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了的玉郡主。我有些紧张，慌乱地看向秦云霄，他却神色平静，似乎早有预料。恳请陛下先诛妖妃，再写罪己诏，退位让贤。秦云霄懒懒地看了一圈，众人或慌乱或冷漠，唯有秦云霄自己毫不在意，还以为有什么本事呢。话音一落，于太后脸色大变，紧闭的殿门被推开，进来一位执长刀的甲胄将军。陛下，叛党皆已伏法，还请陛下裁夺。秦云霄笑着站起身，造反，你们也配？忠王目眦欲裂，望向上手的于太后。于太后早在甲胄将军进门一刻就颓然坐下了。陛下准备多久了？秦云霄看都未看他，等你们发难很久了。来人啊，宣朕旨意。滚王叛变，勾结忠王祸乱内宫，还杀了太后威胁朕。宋将军救驾有功，二人皆已伏诛，准备太后丧仪吧。于太后苦笑出声：好啊，好啊，还是你秦云霄棋高一招，一场战事顷刻消弭。秦云霄站在我身边，神色平静的一点不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造反的皇帝。怕不怕？秦云霄垂眸看我，会害怕吗？我迟钝的摇摇头。他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停顿片刻，下次别带这么多珠钗，还不是你送的。宫变这么快吗？这场虎头蛇尾的宫变结束的确实有点快。谢荣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秦云霄拉着我的手，眼神认真且执着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，你不是这个时代的人。我抬头，还没来得及惊讶，突然看到刚刚那个05的女子一把推开制服她的士兵，袖中抽出长剑，脚尖微点，凌空而来。狗皇帝，你去死吧！他速度太快，众人皆来不及反应。情急之下，我不知哪里来的力气，推开秦云霄，挡在他面前。长剑直愣愣扎进我胸口，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痛，真的很痛。管理员慌里慌张的在我脑海大叫：忘记给你开痛觉屏蔽了啊！母女很快被赶来的人杀死，而我倒在秦云霄怀里，脑海中响起倒计时。小暴君的手微微发抖，我抬头看到他仿佛碎开的眼神，他把手按在我胸前的剑上，脸色比我还要难看。谢荣，你不会有事的对不对？我吃力的回握住他的手，不会有事的，我只是要回家了。滚烫的水滴落在我脸上，是秦云霄在哭。我第一次见他这样无助。骗子，每次都说会陪我，每次都会忘记我。你为什么知道我？秦云霄把我按在怀里，声音嘶哑，
笨死了！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什么连着杀了7个人吗？哦，差点忘了这个。为什么？他轻轻吻在我额头。我从来没有杀过人，每次都是你。是你笨，每次都搞错时间。我渐渐抽离出这个身体。看来多兰公主最后还是死了。未来之人不能改变过去，我们即使穿越回去，也只是按照既定的轨迹发展。再睁眼，我已经回到了时空管理局。管理员沉默许久，才告诉我暴君杀人的真相。真相是我们的机器出了问题。你其实从平行时空穿越了无数次，每一次进入错误的时间就会停留1晚，第2天死亡。我震惊，所以死的都是我。管理员叹口气，递给我一个信封，这是安城地墓穴保护性挖掘现场的参观邀请函，也许你会想去看。谢荣，在你的时间线里，你是第一次遇到秦云霄，但是在秦云霄的世界里，你与他已经相逢8次了，每一次他都是带着回忆与你重逢的，每一次你都死在他怀里。我看着信封，耳边好像响起秦云霄的声音，骗子。每次都说会记得我，眼眶莫名酸涩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是个骗子。安城地墓穴保护性挖掘现场，棺椁里不见墓主人的身影，是空棺。但是只有几个人知道，其实不是空的。1000年后重见天日的棺椁里，留了一封刻在竹简上的信，是1000年前的秦云霄写给谢荣的。管理员把竹简拿给了我，他说时空管理局解散了，未来之人不应打扰过去，解释不了的谜团就留在岁月长河里吧。我一直没有敢打开竹简，好像这样就能回避所有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秦云霄会突然告诉我他的名字。在我不曾知晓的7次相逢里，他一直没有机会告诉我。第8次穿越，他守着我一夜没有睡，不是被手机短视频吸引，只是在他的记忆里，我每次只会停留一夜。有些人的相逢注定就是分别。我合上画本，女儿仰起头问我，妈妈，那暴君和妖妃再也不会见面了吗？我笑着揉了揉她的脸，你希望他们再见面吗？女儿点点头，希望。那他们就会再见。相爱之人的心会为彼此留下一条时空之外的路，指引他们再次重逢。女儿似懂非懂，小暴君好可怜呀。是呀，所以我们要对爸爸好一点。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？门铃响起，秦云霄拎着酱肘子站在门口。笨死了，下次想吃提前告诉我。秦云霄，即使你换了很多个皮囊，但我依然会在第一眼认出你的灵魂。小骗子，每次都说很快就回来。我知道你不属于这个时代，也不属于我，但是即使每次都只有我一个人面对离别，我仍然希望可以再见到你。还会再见吗？